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刚好是吃草莓的季节，所以我想去超市买一点。结果刚进门，就在最显眼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东西。哇，这草莓是皮是金子做的还是肉是金子做的呀？这太离谱了耶！同志们，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通货膨胀已经很离谱的纽约，一盒1斤重的草莓大概是这个价格，而这个8颗草莓居然就敢要80刀，也就是将近人民币70块钱一颗。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啊？大家好，我是大碗拿铁，今天我就要用这盒天价草莓来还原米其林3星餐厅 El Salado de Gran Roca 的招牌甜点草莓圆舞曲。这盒天价草莓叫淡雪草莓，据说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因为价格实在太过离谱，所以就连米其林的大师傅也只敢把它当成周围的点缀。至于甜点中间这层草莓雪趴嘛，你们看啊，这个人民币10块钱一颗的 Omakase 草莓，好像是在垂直农场里培养出来的，应该也蛮符合米其林调性的。OK， 就它了。那这种10块钱的和这种70块钱的草莓，你们更想吃哪个呢？来，我帮你们尝一口啊。如果说普通草莓是酸中带甜的话，那么这个 Omakase 草莓就完全平衡了甜味和酸味，谁也不会压过谁，而且还有更为明显的香味。如果说它能卖到20块钱一斤的话，那我真的可以天天吃。然后是淡雪草莓，仅仅是扇鼻入味就已经感到了迎面而来的香气，一口下去，哇，和普通草莓偏硬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牙齿还没发力就已经陷进了草莓的肉里，绵密的仿佛像西瓜和香蕉的结合体。清甜的汁水缓缓渗入口腔，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草莓酸奶，没有香精也没有糖精，只有刻在 DNA 里的属于草莓的香甜，味道来得如此迅猛，没有涩口的感觉，还掺杂类似奶油的醇厚，的确是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经历。至于这个 Omakase 草莓，拿来做果冻啊、雪趴这类的食材，肯定也是绰绰有余。果冻的话很简单的啊，只要把草莓切成小块，拿破壁机和了和了，就能得到一份草莓汁，再把它和含淀粉还有吉利丁一起加热，完全放凉，就能变成一份草莓果冻。最后拿均质机和了和了，用裱花嘴挤到慕斯维边上，形成平行的状态，冷冻1个小时，一份高级草莓碎碎冻完成。雪趴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啊，就先把水和各种糖粉加热到40度，再加一点点增稠剂，加热到90度，拿均质机和了和了，最后等它放凉，倒上草莓汁，用冰淇淋机搅拌15分钟就行。最后还有这层奶油冰淇淋，只要先做一个长3厘米、宽5毫米的裱花嘴，再把奶油、葡萄糖和吉利丁一起加热，最后隔冰水打发，涂在慕斯维边上，折成正方形，继续冷冻2个小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总共只需要4个多小时，一份人人都能学会的立方体条纹草莓奶油雪趴圆舞曲完成。原版的冰淇淋底下垫的是张用牛奶做的皮，不过我觉得吧，既然草莓都已经那么贵了，那肯定得用一个更有逼格的东西来代替啊。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透明的苹果？记得的都是老粉了啊。我觉得用做苹果的方法做一个方形的水晶盒应该也会很好看，只要先把艾醋糖融化，再用慕斯维边做一个模具，灌满以后倒出来，就肯定能形成一个平整的盒子。我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就没考虑到糖滴下的时候会凝固呢？哎，算了算了，马上脱模的话也许还能抢救一下。问题不大，咱换个方法啊，换个方法，找一个硅胶垫把糖倒上去，放凉以后再切片，应该也没有问题。不过刚刚泼上去的糖吧，好像还是有点厚，想让它变薄的话，还得趁热拿刮刀抹一下。靠！啊！靠！完了！哎，真的。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处理糖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戴防糖手套
手总算恢复到可以干活的程度了。像这样，把糖倒在硅胶垫上形成条形，再拿刮刀抹开，放凉20分钟。最后拿烧热的长刀切成薄片，融化一边以后拼起来，一份水晶立方盒完成。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很好看了？不过我觉得吧，既然草莓都已经那么贵了，那肯定还要做一个更有逼格的东西来搭配它。刚好原版餐厅的大师傅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爆款料理，据说连这个在天上飞的气泡都是可以食用的，吃起来甚至还很香。好像很有逼格的样子，就你了。根据大师傅的说法，原版气泡的基底其实就是浓缩以后的果汁。哎，这不巧了吗？我这刚好有草莓汁，只要过滤一道，再加点蝶豆花汁，和了和了，应该也蛮好看的。然后就是这个可食用气泡的秘方，我来找找啊。你们看，这里有个叫食用气泡魔法的东西，应该就是它了。我靠，你们知道我还发现了个啥吗？180刀一根的蜜瓜，我真的是整不明白了。要不这样吧，这期如果点赞过3万的话，我就预支我下个月的工资，把它买回来做给你们看。最后是让这个可食用气泡飞起来的秘方。我现在在一个儿童玩具店门口，走，给你们看个东西。Hello, can I get a big tank of helium? 那就是这个吹气球用的氦气，只要把气泡魔法和草莓汁混合，再均匀地冲入氦气，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气泡就能以合适的大小堆积起来。切下气泡的瞬间，它们就能像云朵一样飘在空中，反复旋转，惊艳所有的客人。好吧，虽然大师傅做起来很轻松，但是自己玩的话，那还是得好好练上一下的。在反复练习了20遍以后，一份米其林3星加强版草莓圆舞曲完成。云朵伴随着淡淡的香气滴落在盘中，雪趴伴随着水晶糖的清甜，奶香十足。一口下去，云朵中的草莓、雪趴中的草莓、盘子中的草莓瞬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完美的草莓协奏曲。原版的甜点其实比我做的版本容易，因为这一次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崩坏3最新版本中的2位绿者，中胭脂绿者 Kiana 和始源之绿者雷电牙医。漂浮在空中的紫色气泡就像是中胭脂绿者身后展开的光翼，而碎裂的水晶既是 Kiana 打碎的空间，也是雷电牙医斩断的时空。草莓的红和白则分别代表了牙医最初的装甲绯红和 Kiana 最初的装甲白练，也是他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的象征。云朵凝结成的水滴遇上甜甜的表面，紫色和红色的结合是雷厉的雷光与星焰的火焰，也代表着2位女武神之间深深的友谊和羁绊。曾经同行又分岔的道路终于再次交汇，故事也将迎来最终的结局。马上就要过年了，祝大家在这个寒假里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这款料理能让喜欢美食的或者享受游戏的你们都能感到开心和愉快，快快乐乐的迎接新的一年。我是大碗拿铁，我们下期再见啦。